这一次，中国医疗系统终于撕开了伤口。就在2月7日，一则爆炸性新闻在网络炸开，河北唐山南湖医院这家投资高达20.8亿的三甲医院突然宣布全面停诊。这个消息就像一颗重磅炸弹，让整个医疗行业为之震动。让人心惊的是，这家拥有1680张床位、41个临床科室的现代化医院，竟在一夜之间要求所有住院病人全部出院或转院。视频画面触目惊心，偌大的医院大厅空无一人，曾经熙熙攘攘的走廊现在死一般寂静，1700多名医护人员面临着集体失业的困境。更让业内人士瞠目结舌的是，根据天眼查数据显示，这家医院的注册资本高达2亿元，超过了99%的河北省同行。谁能想到，一家实缴资本达9200万、拥有11.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大型综合性三甲医院，居然说倒就倒？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。根据最新统计数据，2024年，中国已有超过500家医院宣告破产倒闭，其中不乏公立医院。这个数字比2023年整整翻了一番。而2025年开年第1个月，又有数十家医院相继倒闭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有多可怕。某医疗行业分析师透露，目前全国至少有50%以上的医院处于亏损状态。更令人窒息的是，一些省会城市的三甲医院，去年第4季度的收入同比暴跌超过40%。从医护人员的收入来看，情况更是惨不忍睹。广西某医院的护士上月工资仅有598元，安徽某医院的新入职护士从3月到年底只发了1个月的2000元工资。河北某医院已经拖欠了近3年的夜班费和绩效工资。湖南一家三甲医院甚至要求医护人员平摊医院的水电费。成都排名前3的公立三甲医院，近几个月连奖金都发不出来了。一位曾在三甲医院担任管理层的人士坦言，现在的情况比2020年疫情期间还要糟糕。当时至少还有救助资金，现在医保基金已经见底，很多医院连最基本的运营费用都快支撑不下去了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波倒闭潮背后揭示出一个更大的危机：中国医疗体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。根据卫健委内部人士透露，目前全国至少有1/3的公立医院存在严重的经营困难，其中不少医院甚至连发工资的钱都快拿不出来了。这只是冰山一角，一位资深医疗行业分析师警告说，真正的寒冬才刚刚开始。随着医保支付压力增大，医院经营困境加剧，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医院倒闭。保守估计，2025年全国至少会有10万名医护人员面临失业或者被迫大幅降薪的风险。让我们继续挖掘这场危机的深层原因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目前全国各地医保基金的支付能力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一份来自某省医保局的内部数据显示，2024年第4季度，该省医保基金的收支比高达97%，这意味着几乎每收入100元就要支出97元，储备资金所剩无几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据多位业内专家最新披露，全国至少有12个省份的医保基金已经出现入不敷出的困境。一位资深医保专家直指问题核心，按照目前的支出速度，很多地方的医保基金最多还能撑1年。数据显示，这种困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蔓延。江苏某三甲医院2024年医保报销额同比下降 35%。湖南多家公立医院医保支付周期从30天延长到90天。河南某地区医保局已经连续3个月推迟向医院拨付医保资金。广东某市三甲医院去年4季度医保报销额骤降 42%。山东多家医院反映医保支付延迟已达4至6个月。
面对这样的困境，各大医院开始了惨烈的自救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截至2025年1月，北京某3甲医院取消了所有科室的年终奖，医生收入腰斩。上海多家大型医院削减绩效工资，平均降幅达30%至50%。广州某知名医院采取轮休制度，变相降低人工成本。深圳一家3甲医院关闭了4个亏损科室，裁减200多名员工。成都多家医院停发夜班费，手术提成全面取消。现在的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。一位3甲医院的科室主任无奈地说：“我们科室的主治医师去年月收入还有3万多，现在基本工资加绩效也就1万出头。有的科室甚至更惨，很多医生的收入已经跌破5000元。”更令人稀罕的是，一些地方医院的情况更加触目惊心。黑龙江某县级医院医生月薪降至2800元。河南一家2甲医院近3个月只发基本工资的60%。安徽某医院护士反映，每月实发工资仅500至800元。江西一家综合医院连续5个月没有发放任何绩效奖金。四川某3甲医院取消所有加班费和夜班补贴。这种大规模的降薪潮已经引发了新一轮的医疗人才流失。据某医疗人才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下半年，全国有超过5万名医护人员主动离职。更可怕的是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这个数字预计还会翻倍。很多同事都在考虑转行了。一位在某省会城市3甲医院工作了12年的副主任医师说：“以前觉得医生怎么也饿不死，现在真的撑不下去了。我认识的好几个专家都去开诊所了，还有人干脆去考公务员。”业内专家分析，这波医疗危机的根源在于多重因素叠加，医保基金收支严重失衡，各地医保资金已经见底，入不敷出的困境日益严峻。与此同时，新一轮药品集采政策大幅压缩了医院的利润空间，让本就艰难的医院运营雪上加霜。更要命的是，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，医疗支出压力与日俱增，而经济持续下行又导致医保缴费人数锐减。雪上加霜的是，过去3年的疫情已经消耗殆尽了众多医院的积蓄，让他们完全失去了抵御风险的能力。让我们看看这场医疗系统的地震究竟会带来多大的破坏。据医疗产业研究机构医智会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，到2025年底，全国可能还会有800至1000家医院面临倒闭风险。这个数字让人不寒而栗。更触目惊心的是，各地医院已经开始了甩卖潮。江苏宿迁儿童医院以4.8亿起拍价被挂牌拍卖。浙江某3甲医院寻求战略投资者，估值较2023年缩水70%。广东一家2甲医院仅2.1亿元就被整体转让。湖南多家民营医院蒙受巨额亏损，资产被法院查封。河南某医疗集团旗下5家医院同时寻求买家，很多医院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。最可怕的是，这种倒闭潮还在加速。数据显示，这场危机已经开始向医药产业链蔓延，全国超过2000家药品代理商破产倒闭，医疗器械行业超过40%的企业出现严重亏损，药品批发行业利润率跌至历史最低的1.2%，医疗耗材企业平均营收同比下滑35%，医疗设备制造商订单量骤降50%以上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曾经风光无限的抗疫明星企业也陷入困境。以岭药业最新财报显示，2024年预亏6至8亿元。这家曾经的莲花清瘟王者，如今正在四处清仓甩货。有消费者爆料，在电商平台上1分钱就买到了一盒莲花清瘟。与此同时，整个医疗行业的就业形势也在急剧恶化。医药代表行业裁员比例超过60%。
医疗器械销售人员平均收入跌去一半，药品营销人员从业人数减少30万，医疗设备维护工程师失业率超过25%，医疗耗材销售人员收入暴跌70%。现在的情况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要糟。一位医疗投资基金经理表示，整个行业都在收缩，保守估计至少有20万医疗相关从业者会在这波寒潮中失业。专家预测，2025年医疗行业的寒冬可能会更加严酷，至少30%的民营医院将面临破产风险，公立医院的财政补贴可能进一步削减，医保支付标准还会继续下调，医护人员收入可能还要再降20%至30%，更多的医疗机构将被迫关停并转。这只是冰山一角，一位卫生经济学专家警告说，真正的危机还在后面。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医保基金收支失衡、医院运营困境等问题，中国的医疗系统可能会面临更大规模的崩溃。到那时，不仅是医院倒闭、医生失业的问题，更可能演变成一场全面的医疗灾难。